你有沒有發現，最近這2年的空氣聞起來有點不太一樣？我指的不是霧霾，也不是廢氣，而是在每一次暴雨來臨前，那種壓在胸口沉甸甸的濕氣，是在每一次打開新聞頻道時，那種隱隱約約說不出來的焦慮感。如果你最近常常覺得心神不寧，覺得這個世界好像變得越來越陌生，物價在漲，人心在浮躁，好像有什麼大事正蓄勢待發，那麼請你一定要把今天這支影片安安靜靜的看完。這裡是意識覺醒，記得按讚、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影片。最好是拉着你的愛人或者是家裡的長輩一起看完，因為今天我們要聊的不僅僅是一個來自保加利亞的盲眼老婦人的預言，我們要聊的是你，是我，是我們每一個生活在這座島嶼上的普通家庭，在即將到來的2026年，該如何守住我們最後的避風港。這支影片很長，因為有些話沒辦法3言2語說完，但我向你保證，這個影片可能會改變你未來10年的命運。很多人都知道盲眼龍婆巴巴萬加巴巴 Vanga， 哪怕他已經離開這個世界快30年了，但他的名字依然像是懸在人類頭頂的一口警鐘。從911恐怖攻擊的倒塌，到南亞大海嘯的咆哮，甚至是我們剛刚經歷過的這場改變全球的流行病，他的預言一次又一次的像是精準的手術刀，切開了時間的迷霧。有些人說這是巧合，有些人說這是穿鑿附會，但在2025年即將走入尾聲，我們正準備跨入2026年的這個當口，許多被尘封的龍婆預言檔案再次被翻開。這一次，解讀專家們驚恐地發現，龍婆對於2026年的描述不再是模糊的詩句，而是異常具體、異常冰冷，甚至帶着一種讓人窒息的壓迫感。為什麼是2026？在龍婆的時間表裡，2026年不僅僅是一個年份，它是一個閥門。如果說過去幾年的混亂只是序曲，那麼2026年很可能就是正片開始播放的那一刻。龍婆生前曾經在恍惚中反覆提到一個概念：土地會震動，天空會變色，人類引以為傲的玩具將在一夜之間變成廢鐵。這句話以前沒人聽得懂，大家以為他在說核戰爭或者外星人。但隨着時間的推移，結合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極端的氣候、脆弱的電網、隨時可能斷裂的供應鏈，我們終於聽懂了，他預言的可能不是一場轟轟烈烈的爆炸，而是一種安靜的崩塌。這對於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我們來說，是不是聽起來特別耳熟？朋友，我們生活在一個非常特殊的地方，台灣很美，有人情味，便利商店隨處可見，水電網絡像呼吸一樣自然。我們習慣了這種便利，我們常說天公疼憨人，我們總是用一種樂觀的任性在過日子。但是這種高度的便利也意味着高度的脆弱。你想過嗎？如果沒有了電，沒有了晶片，沒有了進口的天然氣，我們這座島還能維持幾天的正常？龍婆針對2026年的預言中有3條訊息是直接指向我們這種高度依賴現代文明、住在擁擠城市裡的族群。他提到這一年將是大自然與人類造物正面對決的一年。這意味着什麼？這意味着我們習以為常的電力、網絡、物流，甚至是水龍頭裡流出來的水，都可能在2026年的某一個關鍵日期之後變得不再理所當然。我不想嚇你，但我必須讓你看到那個畫面，因為只有看到了，你才會懂得害怕；只有懂得害怕，你才會開始準備。你試着想象一下，那是一個尋常的星期二下午，7月，太陽毒辣得像要把柏油路曬化。你正在辦公室吹着冷氣滑手機，孩子正在學校上課，突然間燈滅了，你以為只是跳電，沒當回事，但緊接着手機訊號格歸零，辦公室裡的飲水機停止運轉，窗外的紅綠燈全部熄滅，馬路上的車流瞬間打結，喇叭聲此起彼落。1個小時過去了，2個小時過去了，電沒有來，天黑了，城市陷入死一般的寂靜，只有遠處的狗叫聲。你回到家，發現水龍頭轉到底，也只傳來幾聲乾咳般的空洞聲響，停水了，因為加壓，馬達沒電。冰箱裡的食物開始融化，馬桶沖不下去了，孩子喊着口渴，老人喊着熱，而你
拿着全台灣最有錢的銀行卡，卻在樓下的便利商店買不到一瓶水，因為收銀系統癱瘓，而貨架早在半小時前就被搶空了。那一刻，你看着身後一臉茫然的孩子，看着年邁的父母在黑暗中擦汗，在那一瞬間，你會不會後悔？後悔自己明明聽到了風聲，為什麼沒有早一點做準備？後悔自己花了那麼多錢買衣服、買包包、買最新的手機，卻連最基本的生存物資都沒有在這個家裡留下。龍婆的預言，與其說是為了預知未來，不如說是為了警示現在。他在2026年的預言檔案中特別提到了3個關鍵字，對應着3場災難。第一是乾渴的喉嚨，第二是黑暗的眼睛，第三是狂亂的人心。這聽起來很玄，但如果你把這3個關鍵字翻譯成我們現在的生存語言，你會發現它對應着3個非常具體的危機：水資源枯竭、能源通訊全斷，以及社會秩序的失控。而要帶着全家人平平安安地度過這些危機，你的家裡一定要準備好那3樣東西。這3樣東西平時可能不起眼，甚至會被你嫌棄佔地方，但在危難時刻，它們比黃金還要珍貴，因為它們能換來你和家人的命。我也知道，屏幕前的你可能會想，哎呀，以前那麼多預言也沒發生啊，這次大概也是嚇唬人的吧？朋友，賭博是可以的，但你不能拿家人的安危去賭。如果預言沒發生，你只是多了幾樣露營可以用到的裝備，損失極小。但如果預言發生了，哪怕只發生了一半，而你毫無準備，那個代價是你承受不起的。所以接下來的時間，我會帶你一樣一樣的盤點這3件救命法寶。我不會只告訴你買什麼，我會告訴你為什麼買，以及在危機發生時怎麼用它來保護你的家人。特別是最後一樣東西，很多人家裡都沒有，甚至連想都沒想過，但它才是你在這個不確定的年代裡能睡個安穩覺的底氣。準備好了嗎？深呼吸一口氣，讓我們先從生命中最不可或缺卻最容易被我們忽視的第一樣東西說起，那是關於龍婆預言中的第一個危機。當水變得比雪還貴的時候，我們先來聊聊那個大家最關心的關鍵日期。在這一份解密的檔案中，關於2026年的描述裡，有一個時間點被反覆提及，那不是寒冷的冬天，而是當太陽最毒辣的時候。很多解讀家認為，這指向的是2026年的7月到8月之間。龍婆預言，熱浪將不再只是讓人流汗，它會燒乾大地的血液。你可能會覺得這聽起來像是老生常談的全球暖化。不，朋友，情況比這更複雜。龍婆提到的看不見的敵人，在這個時間點指的很可能是一種突發性的、系統性的水源與衛生危機。住在台灣的我們，對水其實是很矛盾的。我們雖然四面環海，雨水豐沛，但我們的河流短緝，留不住水。這幾年，你是不是感覺夏天越來越長，雨水越來越難捉摸？還記得前幾年的那場大旱嗎？水庫見底，露出乾裂的土地，部分地區開始供5停2。那時候大家雖然覺得不方便，但至少還有水車，還有超商裡的礦泉水。但2026年的這個夏天可能會是一個臨界點。龍婆說，水會變苦，人會因為喝水而倒下。試着回想一下，當你打開水龍頭，看到流出來的水是黃色的渾濁泥漿，或者根本滴水未進的時候，那種從心底升起的慌張感。在現代城市裡，我們太脆弱了，我們以為水是無窮無盡的，只要繳了水費就有。但在災難面前，大自然是不會看收據的。如果電力系統癱瘓，正如我們稍後會提到的，城市的高壓供水泵就會停止工作，高樓層的水塔會在1天內流乾。這就引出了龍婆預言中的第一個生存挑戰：乾渴與毒素。所以這一樣家裡一定要準備的東西排在所有物資的第一位，甚至比食物還重要。第一樣東西，高規格的便携式净水過濾系統與食品級儲水容器。請注意聽好，我說的不是家裡廚房那種插電的 RO 逆滲透，也不是便利商店買的2箱礦泉水。為什麼？因為當龍婆所說的震動或停滯發生時，電力中斷，你家那台幾萬塊的高級淨水器沒了電，就是一堆廢鐵。而便利商店的礦泉水，相信我，朋友，只要新聞一播報，恐慌消息，
架子上的水會在10分鐘內被搶光。你搶得過那些失去理智的人群嗎？就算你搶到了，2箱水24瓶，夠你一家4口喝幾天？3天、5天之後呢？我要你閉上眼睛，逼自己去想象一個殘酷的場景。那是2026年的夏天，停水已經進入第7天，外面的氣溫高達38度，家裡像蒸籠一樣，所有的儲備水都喝光了。你的小女兒舔着乾裂起皮的嘴唇，拉着你的衣角，眼神渙散，用沙啞的聲音說：爸爸媽媽，我好渴，喉嚨好痛。你看着她，心如刀割。你知道外面可能有雨水，或者附近的溪流，甚至公園的水池裡有水，但你敢給她喝嗎？在那種極端環境下，沒有了自來水廠的消毒，那些水裡充滿了細菌、寄生蟲，甚至不知名的污染物。在醫療系統可能也癱瘓的情況下，一口髒水就可能是一場致命的腹瀉或高燒。那種眼睜睜看着親人受苦，手裡捧着水卻不敢餵的無力感，才是真正的地獄。所以現在趁着一切還來得及，去準備一套不需要插電、物理過濾級別極高，至少能過濾 0.1 微米細菌，最好是 0.01 微米病毒级的戶外救生净水器。它可以是那種手压式的，也可以是重力過濾袋。它的原理很簡单，但它能救命。有了它，你就可以把收集来的雨水、浴缸裡原本用來冲廁所的备用水，甚至是外面溪流裡的水，變成一杯清澈、安全、甘甜的救命水。還要記得準備幾個折疊式的食品級水桶，平時它們只有一本書那麼厚，但在關鍵時刻，它們就是你的移动水庫。這不僅僅是一個物品，這是你作為一家之主給家人買的一份尊嚴。當別人在烈日下為了搶一瓶水打得頭破血流時，當別人不得不冒險去喝不乾淨的水時，你可以在家裡安安穩穩地拿出你的過濾設備，遞給你的父母和孩子一杯乾淨的水，看着他們大口喝水，臉上露出舒緩的表情，那一刻你會感謝現在的自己，你會感謝自己沒有把這支影片當成一個笑話，聽聽就過。台灣人常說有備無患，備而不用是福氣。我們在面對颱風時懂得貼膠帶、備泡麵，但在面對這種更深層的、可能持續數週甚至數月的資源斷裂時，我們的準備往往是零。龍婆說水會成為黃金，在2026年，這句話或許不再是比喻，但這只是第一關。解決了水的問題，你只能保證生存，保證身體機能不壞死。但如果黑夜降臨，整個城市陷入死寂，連手機的1格訊號都沒有時，真正的恐懼才會吞噬人心。龍婆預言的第2個關鍵字“黑暗的眼睛”，指的正是現代人最無法忍受的某種失去。接下來的這第2樣東西，它能讓你的家在黑暗中成為一座燈塔，能讓你在全世界都失聯的時候，依然握有保護家人的力量。很多人家裡都有，但大多數人都買錯了。當那個夜晚真的來臨時，沒有它的人將在黑暗中顫抖，而擁有它的人將掌握資訊與光明的特權。這究竟是什麼？朋友，如果你聽到這裡覺得心頭緊了一下，請不要害怕。恐懼是因為無知，當我們知道了答案，恐懼就會變成行動的力量。接下來我們將揭開這第2樣能讓家發光的關鍵物品，以及龍婆預言中那個關於人心的終極秘密。朋友，請不要以為解決了水的問題，我們就可以高枕無憂了。如果說缺水是身體的折磨，那麼接下來龍婆預言中的第2重危機，則是对我們精神意志的極限摧殘。這一關如果過不去，很多人即便沒渴死、沒餓死，也會因為巨大的心理壓力而崩潰。這就是光與訊號的全面斷絕。龍婆在關於2026年的預言檔案中，極其隱晦卻又驚悚地提到，看不見的網將會斷裂，人類將重新回到洞穴時代。這不僅是指電力系統的癱瘓，更是指現代文明引以為傲的連結被徹底切斷。在台灣，我們對停電其實並不陌生，颱風天、夏季用電高峰，甚至幾年前的大規模跳電，我們都經歷過。那時候大家雖然會抱怨、會罵政府，但心裡其實是不慌的，因為我們知道搶修正在進行，電幾個小時後就會來。但是我要你把你記憶中那個幾個小時就會來電的樂觀心態先收起來。
如果龍婆說的是真的，2026年的那場危機，電網的崩潰可能是毀滅性的。試着閉上眼睛，跟我一起進入那個可能的未来。那是危機的第3個夜晚，城市已經沒有了霓虹燈，沒有了路燈，窗外是那種仿佛能吞噬一切的濃稠黑暗。你聽不到空調運轉的聲音，聽不到冰箱的嗡嗡聲，甚至連平時覺得吵鬧的車流聲都消失了。整個世界安靜得可怕，只有遠處偶爾傳來的野狗叫聲和不知哪裡響起的讓人心慌意亂的警笛聲。你下意識地拿起手機，這是我們現代人唯一的安全感来源。你想看看 LINE 群組裡親友有沒有報平安，想看看 Facebook 上有沒有最新的災情通報，但是屏幕是黑的，或者即便有電，右上角的訊號格也是一個大大的 X。那一刻，你手裡拿的不再是通往世界的窗口，而是一塊冰冷的毫無用處的玻璃磚頭。你的孩子因為太熱、太黑、太害怕而在哭鬧，年邁的父母坐在沙發上，眼神空洞，因為他們的高血壓藥快吃完了，卻不知道醫院還開不開門。你想給孩子熱一杯牛奶安撫他，但電磁爐打不開。你想聽聽外界的聲音，但家裡連一台能用的收音機都沒有。你就像被關進了一個密閉的黑盒子裡，你不知道隔壁街區的火滅了沒有，你不知道住在另一區的親人是否還活着，你更不知道這場黑暗還要持續多久，1天、1個月，還是1年。這種信息孤島帶來的未知恐懼比飢餓更鋒利，它會像鋸子一樣慢慢鋸斷你的理智。所以這第2樣家裡一定要準備的東西，它的價值不僅僅是照明，而是為了在絕望中守住全家人的心。它不是那種隨手塞在包包裡的小小行動電源，那個只能救急半天。我要你嚴肅考慮，在家裡備好一套大容量便攜式儲能電源、戶外電源，加上折疊式太陽能充電板。這可能需要花掉你幾千甚至上萬台幣。也許你會猶豫，為了一個可能不會發生的預言，花這個錢值得嗎？朋友，這不是消費，這是投資，這是在為你們家的諾亞方舟購買動力核心。為什麼必須是儲能電源加太陽能？第一，它是靜音的。你可能會想，那我買個柴油發電機不就好了？千萬不要。在災難時期，秩序混亂，巨大的發電機轟鳴聲等於是在向周圍幾公里的雞鳴和暴徒廣播：快來搶我，我有資源。而且在公寓大樓裡使用發電機，廢氣會先毒死你自己。儲能電源是無聲的，它像一個沉默的守護者，不張揚卻極度可靠。第二，它是無限的，只要第2天太陽還會升起，你的太陽能板就能把光變成電。當別人的行動電源耗盡，陷入絕望的時候，你依然擁有源源不斷的能量。擁有了這套設備，在這個漆黑的末日場景裡，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在漫長的黑夜裡，你家客廳可以留一盞溫暖的 LED 燈。在心理學上，這盞微弱的燈光就是希望，它能讓老人的心跳平穩，能讓孩子停止哭泣。當整棟大樓都陷入死寂的黑暗時，你家那一點點光就是家人心理防線的最後支撐。意味着你可以驅動小功率的電煮鍋，煮一碗熱騰騰的泡面，或者是把之前儲存的水燒開消毒。在大家都在啃冷硬干粮的時候，一口熱湯就是天堂般的享受。最重要的是，意味着你的通讯與資訊永不斷線。你需要電來給手機充電，哪怕沒有網路，手機裡儲存的離線地圖、急救手冊依然是救命稻草。你也需要電來驅動，那台或許已經積灰，或者你需要新買的全波段收音機。在這裡我要特別插一句，雖然它不算在3大樣的主角裡，但我強烈建議你備一台能收聽 AM、FM 甚至短波的收音機，因為在網絡斷掉的時候，傳統的無線電廣播將是你獲取外界資訊、知道哪裡有救援、哪裡有危險的唯一渠道。有了電，你就有了耳目；有了電，你就有了溫度。龍婆說，黑暗會籠罩，但聰明的人會自備火種。2026年的考驗不僅僅是身體上的，更是精神上的。當周圍的人都在黑暗中焦慮、恐慌、互相猜忌的時候，你的家因為有了這套獨立的能源系統，將成為一座孤島上的燈塔。你不是在炫耀，你是在維持一個家庭的秩序。
而在災難中，秩序就是生存率。如果不幸真的發生了，這套設備能幫你撐過最混亂的頭2週，而通常撐過這2週，救援就會到來，社會秩序就會開始重建。如果你現在嫌麻煩、嫌貴，等到那天真的來了，你看着手裡黑屏的手機，看着在黑暗中瑟瑟發抖的家人，你願意花多少錢來買1度電？我相信那時候就算有人開價10萬，你也會毫不猶豫地掏錢。既然如此，為什麼不現在就準備好呢？好了，讓我們盤點一下。我們有了水，這是生命的源頭，確保我們不會渴死。我們有了電，這是文明的火種，確保我們不會在黑暗中瘋掉。看起來我們已經可以活下去了，對嗎？只要躲在家裡，有吃有喝有電，就能等到災難過去。不，還不夠。甚至可以說，這才是最危險的時候。因為龍婆2026預言中最讓人戰慄的，不是天災，也不是斷電，而是關於人心的試煉。當只有你家有水喝，當只有你家窗戶透出燈光，而外面的人都在飢渴和黑暗中掙扎時，你覺得會發生什麼？這第3樣東西，它不是用來吃喝的，也不是用來發電的。但如果沒有它，你前面辛辛苦苦準備的所有水和電，可能在一夜之間就會變成別人的戰利品，甚至給你招來殺身之禍。這第3樣東西，龍婆稱之為最後的方舟。這究竟是什麼？它包含了什麼？它其實是一個組合，一個關乎你底氣與防禦的組合。請一定要聽仔細了，因為這最後一步決定了你能不能把全家人平平安安的帶到下一個黎明。